美空军上校眼中的中国电战实力进步速度很快，美军已无实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大国战争中，谁先夺取了制电磁权和制信息权，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先敌开火的机会，进而取得战场上的胜利。长期以来，美军在电磁技术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欧洲国家和俄罗斯都比不了。而随着中国电子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电子战实力已经非常接近，从此将并立于世界巅峰。近日，美军一位既驾驶过 F-15 战斗机，也驾驶过 EA-6B 和 EA-18G 电战飞机的飞行员约翰·克里斯蒂安森上校发表文章称，中国人花了20年的时间来开发其防御系统，这些系统可以挫败美军在电磁频谱领域的传统优势。在美国空军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其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凯利将军强调说，如果我们在电磁频谱技术方面败了，我们就会输掉空中战争，而且很快就会输掉。当然这是有所指的，因为美国人在该领域正在面对中国这个强大的对手。克里斯蒂安森上校认为，中国有完善的电磁频谱理论，并采用电磁和定向能武器攻击敌人的目标，阻止其军事行动。2016年，中国将电战部队以网络战和心理战部队一起纳入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以便更好地协调这些资源，综合使用电子战、网络战和信息战，通过瘫痪对手的决策过程来获得对敌方的不对称优势。这对于美国军队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国认识到，在电磁频谱领域对美军实施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网络战是破坏其通信数据链路和决策周期的关键。再加上先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可防范和破坏美军部队的集结，并使之远离中国的海岸线。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能让美军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中国还开发和部署了有人和无人电战飞机，实现将其先进的防空系统与进攻能力相结合。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些美国军官指出，与中国飞速发展的电战能力相比，美国空军从未将电磁频谱确定为作战领域。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空军甚至削减了对电战平台和设备的资助，并让号称空军电子战三剑客的 EF-111A、F-4G 和 EC-130先后退役，用 F-16取代了 F-4G 的反辐射攻击功能，但却没有搞出一种用于替代 EF-111的空军型的电战飞机。因此，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不得不依靠海军的 EA-6B 和 EA-18G 为其保驾。美国海军陆战队将 EA-6B 淘汰后，也没有配备后续的电战飞机。由此可见，这些年来，美国空军总体上对电子对抗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削弱了美军曾经拥有的优势。此外，美军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把训练的重点放在电子对抗方面，空战演习尤其如此。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军队经常把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的作战当成训练科目，天天在为大国战争做准备。相反，美国的电战能力的衰败还在继续。据报道，2022年，美国海军曾经试图撤销5个 EA-18G 电子攻击机中队，而空军呢，只为10架 EC-37B 通信干扰机拨款。这些飞机将取代14架 EC-130H 平台。基于五角大楼没有为下一代进攻型电战飞机的开发提供资金，这就意味着美军要想获得最先进的电战能力，将要再等待1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却正在该领域获得惊人的进步。这位美军上校认为，如果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中国先进的无源雷达、米波雷达可能会抵消美军隐身技术的优势。中国先进的地空导弹可以将美国的空中资产阻止在打击范围之外。与此同时，中国军方的空中攻击型电子战装置可能会对美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造成严重破坏。中国的电磁攻击平台依赖其联网能力，对抗这种系统需要能够切断进攻型电子平台之间的联系，
而这正是美国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放弃的能力。关于美军电战实力的强大，过去有很多涉及中国的谣言，包括美军让中国沿海全部停电，让中国的战机、军舰黑屏等等，似乎想证明美军的电战实力远比中国强。随着中国国产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电战飞机的发展，甚至连普通的战斗机都能使用有源相对雷达，美军在制电子源方面对中国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中国的电磁对抗实力是在飞速增长，而美国则在不断下降，这个趋势才是让这位美军上校最担心的。但是目前他们也只能口头呼吁一下，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